中国空军重型机数量悄然超过了美俄的总和。中国为何坚持发展重型机呢？林虎将军的高瞻远瞩功不可没。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中科 Talk。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重型战机数量超过了美俄的总和。2022年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不太平的一年，不仅是因为俄乌冲突全面爆发，而且北约和美国也借此开始重返军备竞赛的道路。而在美国人的眼里羸弱的俄罗斯已经算不上合格的对手了，他们已经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国身上。而中国一不小心呢，空军重型战机数量就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的总和。根据北约方面的评估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全球规模最大的重型机机队，总数量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的总和。按照北约的说法，中国现在应该有300架歼16、200架歼20、350架歼11、50架歼15以及24架苏35。另外，老式的苏2.7也有部分仍然在服役。因此呢，中国的重型战斗机的规模有大概1000到1100架的规模，足可以傲视全球。而美国方面呢，现在只有510架重型机，其中185架 F-22也开始逐步退役，剩下的都是 F-15。而新服役的 F-35由于有舰载要求，只是一种中型机。俄罗斯方面的重型机呢，大概有400架，但在此次俄乌冲突中呢，还损失了一些。中国为何坚持发展重型机呢？这是中国面临的海洋环境所决定的。中国为何对发展重型机如此执着呢？这当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我国的战略环境所决定的。我国的国防方向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转变，如今的国防方向已经彻底从陆地转向了海洋，保障我国的领海和经济水域安全成为了解放军未来的主要目标。历史上，由于缺乏远航程的战斗机，我国对于南海等远海地区的管控能力非常差，直接导致了南海大量的岛礁被周边国家侵占，这是血的教训。我国未来的目标不仅是一个陆权大国，还要成为一个海洋大国。我国历史上被资本主义国家入侵都是从海上发起的，所以呢，发展远海作战力量的目标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说起我国发展重型机的战略，就不得不提林虎将军。林虎将军是我解放军空军原来的副司令员，为我国定下发展重型机的方向，成就我国现在全球最大的重型机队。在当年我国向俄罗斯采购战斗机的时候俄罗斯原本只愿意给中国提供短航程的米格29战斗机，但林虎将军高瞻远瞩，提出了要采购俄罗斯空军苏2.7战斗机。因为我国未来并不仅仅要守住国土，还要飞向远海，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苏2.7成功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发扬光大。也正是有这样一支强大的重型机队美国人才不敢在中国周边太过于嚣张。因为就算是美国人的航母来了，他也未必斗得过我们这支全球第一的重型机机队。好，各位网友，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在留言区讨论，我们下期再见。